世界計劃是一個音樂節奏遊戲，同時裡面有許多不同的角色。這個遊戲呢，除了有初音未來之外，同時還有許多原創角色和團體。那每一個團體呢，都有他們自己的故事，其中每個角色也都有自己的魅力。那身為一個理性的玩家呢，我們不應該偏心某一個角色嗎？我做不到。小赛瑞希真的是太可愛了，并不是普通的那種可愛，而是那種会让人看到这种脑袋说的語言小的嘴巴。但是這太可愛了，真的可愛到犯規。而現在呢，瑞希的生日就快要到了。那身為一個瑞希推呢，我決定在8月27號瑞希的生日以前完成這5個生日挑戰。第一個挑戰，整理我的瑞希痛包和痛櫃。那第二個挑戰，跟朋友去線下的聯動飲料店，怎麼念啊 ？Grat。哦 ，Grat。那第三個呢，在世界計劃的 MySega 裡面蓋一座瑞希樂園。第四個呢，製作一款瑞希的生日同人遊戲。那最後呢，就是畫一張瑞希的生日賀圖。哇哦，這真是太神奇了，嘎米，我會爆肝吧？那麼話不多說，就讓我們開始挑戰吧。首先，第一個挑戰就是整理我的瑞希痛包和痛櫃。其實呢，我本來想拍我整理的過程，但是後來發現，我忘記開錄影了。對。那不過既然過程沒有的話，我們就直接來看看成果吧。那這個就是我目前累積的瑞希的周邊。那我們可以看到呢，我們有立牌，還有很多的立牌，那還有一個神奇小本本，裡面有卡片，更多的卡片。那再來呢，我還有很多的哇。最後呢，我們來看看我的小櫃子，裡面有一個神奇的鑽石後磚，然後還有很多的徽章，還是徽章。那周邊看完了，接下來就來整理我的痛包吧。那如各位所見，主播有很多的痛包。那麼我們今天要來整理的是這個，那就讓我們來開始整理吧。那周邊和痛包都準備好了，所以我們第一個挑戰也成功了。那接下來，讓我們到下一個挑戰，準備出門吧。那在整理完自己的痛包和痛櫃之後呢，第二個挑戰就是去世界計劃的聯動飲料店啊。那我這次是跟我的朋友去西門町的 Brad。那這次的聯動呢，他們有賣一個印刷飲料，還有一個糖霜餅乾。那當然呢，我都把它買下來了。那買這些飲品呢，他們還能加購杯墊的盲抽，有上面這幾款。那反正我要的是這個，然後我買了2個。那好，沒抽到，對，就這樣隨便。來，那糖霜餅乾的部分呢，它長這樣子，然後我打算把它跟100個乾燥包一起放着，希望那個圖不會在幾年後糊掉。那飲料的部分呢，就如各位所看到的，我選了一個瑞希的圖案，但是呢，等等呢，我們就需要把它摧毀了。那總之呢，後來我們又去買了很多的周邊，花了一堆錢之後呢，那我們第二個挑戰呢也挑戰成功了，那我的錢包也成功的光榮犧牲了。那接下來呢，既然現實世界已經有瑞希了，那麼遊戲裡面當然也不能輸啦。那世界計劃中呢，有一個玩法叫做 MySega， 可以讓我們蓋出屬於自己的世界，所以我決定在這裡建造一個瑞希遊樂園。首先，我之前有在我的世界裡面蓋過一個瑞希的雕像對，還有痛屋，對，痛屋。那我們接下來開始來裝飾吧。那首先呢，我先用瓷磚拼了一個250的標誌。那接着呢，我們在雕像的附近再裝飾一下。那最後再把我能想到的一些裝飾全部都塞進去。那在畫了大概幾個不同的主題區之後呢，我們也算是成功的把這個 MySega 也蓋完啦。但是我想到我們還差了一點東西。那在世界計劃中呢，每一個角色生日前都會有一系列的活動，例如說生日卡池，或者是 MySega 裡面有限定家具可以獲得。那麼接下來呢，就讓我們來抽卡吧。好，各位，我們現在要來抽卡了。這個卡池剛開啊，我剛開整點就來抽了。那我現在有2萬多個水晶，那我應該可以快保底。那我們就來抽看看吧。第一抽，10抽。好，有點微。我們看一下它那個有沒有轉彩。
好，沒有，好，可以共估，謝謝。好，反正我們現在還有再繼續10抽，我們再抽一次，反正20抽，對，第20抽。有彩，等一下有彩。他读取的進度有點快，我有點怕，你知道嗎？有點怕他會不會跑太快，直接掰。好。有一個彩，我看看啊，1、2、3、4、5 ，OK。碎呀，抽到，謝謝，收工，再見。那接着呢，我們再MySega收集一下我們的資源，最後我們就可以建造好完整版的瑞希樂園啦。那另外呢，我蓋好這個世界會參加 MySega 裡面的瑞希 Birthday Party 26活動，這是在日服的。那麼如果喜歡的也是玩日服的玩家，可以來幫我按個讚哦。那 MySega 的部分我們也成功挑戰完成了，接下來我們要進行下一個挑戰，比抽卡還要刺激100萬倍的事情。那麼到了第4個挑戰，也是整個企劃中最瘋狂的一面，我要自己做一款瑞希的生日同人遊戲。那我們不是單純做一個簡單的互動小說這樣的玩法而已，我們要做一個可以玩、有隨機、有升級、有互動、有冒險的頂級遊戲。那在這個挑戰開始前，如果你覺得我可以做出一個史詩級的瑞希生日遊戲的話，那就幫我按一下這個影片的喜歡吧。那在這之前先說明一下，這個遊戲裡面出現的一些抽象角色沒有任何要黑角色的意思，純粹只是為了有趣，那可以當作是平行世界的存在就好。那另外呢，這個遊戲呢是粉絲向的同人創作，我會盡量避免讓這些角色 OOC， 但是我沒辦法保證完全符合原作，所以如果會介意這類二創內容的，你們可以自行斟酌是否要觀看或遊玩。那最一開始呢，我打算制作一個簡單溫馨的小遊戲，就是例如說250的大家一起為瑞希準備一個生日驚喜，準備禮物，制作蛋糕，然後在生日當天給瑞希一個驚喜。那這本來是一個很溫馨正常的生日故事，但是這麼正常就不像我會做的風格啦，所以我決定再稍微增加一點奇妙抽象的劇情。首先改編版的故事，250的大家在為瑞希準備生日驚喜，然後他們就飛起來了。等一下，不對，這 bug。那總之呢，一道強光突然襲來，那他們就被帶到一個驚喜的世界中。那瑞希呢，為了找回其他的夥伴，踏上了一場精彩的冒險。那在遊戲中呢，有幾個來自這個世界的人會阻擋着瑞希的冒險，那就讓我們來一邊繪製一邊來講解吧。驚喜的世界初音未來，劇情中會有一個保持理智的初音個體，那其餘的會在冒險中向瑞希襲來。驚喜的世界 Mako會發射麥克風，玩家需要謹慎的躲避。驚喜的世界開頭，它會在關卡中原地放下。那瑞希呢，要避免碰到這些神奇的東西。驚喜的世界靜音鈴連，我把它設計成一個纏在一起的樣子，他們會旋轉然後爆衝。那因為我不太會畫這種比較立體的透視，所以我就直接用 3D 建模，就這樣。驚喜的世界尋音流歌，那我設計成了一個神秘章魚，它是整場冒險中的最終 BOSS。當瑞希到達這裡的時候，他就已經離救出所有人不遠了。那在這個遊戲裡面呢，我也設計了幾個能力，這些能力可以讓瑞希的冒險更加順利。那我使用了世界計劃中7個瑞希的專屬活動作為靈感，設計了不同的能力，那各位可以在遊戲中嘗試看看，我就不一一概述了。那經過一段時間的制作之後呢，我們的遊戲總算慢慢有了完整的樣子，但是我們還差了最後一步啊，沒錯，就是賀圖。那最後一個挑戰呢，就是我要畫一張生日賀圖。那這有點算是我每年的慣例啊。那其實呢，因為我不太會畫畫啊，所以這對我來說其實是蠻有挑戰的一件事。說不定這個對我來說可能比做遊戲還要困難很多。但至少我會 3D， 所以我用一些 3D 去輔助我，讓我前期的打稿更加順利。而且像是構圖什麼的，我也不是那麼熟練，所以我還有去問一個我有在畫畫的朋友，就問看他有什麼建議之類的。那講這麼多，總之我們也畫好賀圖了。那這次的生日挑戰也算是成功的，全部都完成了。
那遊戲呢，我會上架在 itch.io 上，網址已經放在簡介區了，你們有興趣的可以來玩看看。那如果對我的創作有興趣的話，也歡迎幫我按下訂閱，觀看我的其他影片。那還想看我做什麼有趣的題材的話，也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。最後就用這首我最喜歡的 ID Smile 做收尾。那麼晚上不早睡，早上不晚睡，我是賴嘎米。然後最後小山瑞希生日快樂。